如果我说这是我新研究的手提袋吐司，你们信吗？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幸福的眼泪。今天来做一个特别好吃的杏仁葡萄干吐司，满嘴坚果香和甜蜜的葡萄干实在是太美味了。先来做一个中种面团，把屏幕上的材料全都放在一起，揉均匀即可。今天做的是100%中种法的面包。现在天气那么热，不想太费时间做面包，但是我又不想吃一次发酵的面包，所以100%中种法是最好的选择。揉成团以后，给它先盖上，在室温下发酵半个小时。半小时以后，面团会发起来一点点，然后再放入冰箱冷藏1晚上。记得要盖好哦，不然表面会结皮变干。第二天一早把面团撕开看一下，里面呈这种蜂窝状，就说明已经发好了。如果撕开是这样的，也有点蜂窝，但是不太丰富，说明发酵的时间还差那么一点，可以室温继续发一会儿。但是室温发酵后，揉面前最好冷冻半小时，不然揉面的温度就会变高了。揉面前最好是所有材料都是冰的，桶也是冰的，这样揉好的面温才能保证不超过26度。在发好的中种面团里再加入糖、盐、酵母、淡奶油，然后用除湿机的5档先揉10分钟。10分钟以后，面团揉到可以勉强的拉出膜，破洞有很多锯齿，这样子就可以加入软化的黄油了。加入黄油以后，先用3档揉5分钟，揉到看不到黄油了，然后再转5档揉1到3分钟，最后揉到这样子就可以了。揉好的面团温度要尽量控制在24到26度之间，给面团滚圆，盖上松弛10分钟，然后就可以整形了。100%中种法的面团，在你睡一晚上的时候，面团已经进行了非常充分的发酵了，这个就算是基础发酵了，所以揉好面松弛一下就可以整形了。所以如果你又想吃到柔软好吃的面包，又不想等2次发酵那么久，这个100%中种法真的是非常好的方法。把面团擀开，擀成一个大长片，放上满满的葡萄干。这个葡萄干用之前你可以清洗一下，但是记得一定要把水分擦干。这块划重点啊，后边你们就知道为什么了。如果你比较抠搜的话，不想放这么多葡萄干也是可以的。然后给它从上到下卷起来。卷起来以后，表面刷一层牛奶或者刷一层全蛋液。然后把面团在杏仁片里滚一圈，让它表面沾上满满的杏仁片。再放到450克的吐司盒里进行最后的发酵就可以了。发酵温度35度左右，湿度80%左右。看我们家这个喜欢吃草的小豆芽，是不是好久没有看到豆芽了？它已经长大了，变成大孩子了。面团发到8分满就可以放到烤箱里烤了。放入提前预热好的烤箱下层，上火170度，下火200度烤25分钟。烘烤结束，取出来震一下热气，然后给面包脱模，放在烤架上晾凉。这个面包它不会长发得很高，因为里边放了太多的葡萄干。如果想让它很充盈的话，有2个方法，一个是减少葡萄干，另外一个是按比例增加面团的材料。这个面包看着虽然不是很大，但是它非常的沉，一定要等完全凉透以后再切片。如果我说这是我新研究的手提袋吐司，你们信吗？有没有觉得我翻车都翻得这么有水平，居然做了一个手提袋吐司？2022年夏季最新潮流手提袋面包，你值得拥有。它不仅是一个装饰物，当你逛街逛饿了的时候，还可以直接把它吃掉啊！你们看，面包自己都不信，露出了尴尬的微笑。之所以会这样，是因为内馅的水分太多了，烘烤后水分挥发，所以它就空了。前面我是不是说葡萄干一定要把水分擦干？因为我就是洗完没擦，所以就烤出了全球限量版手提袋吐司。这个吐司我决定好好收藏，因为下次想再烤个这样的，恐怕还真不容易。再来个正常的，跟你们说，这个吐司真的非常好吃，尤其是烤完当天，
杏仁片特别的脆，越嚼越香，面包口感细腻松软，再加上满满的葡萄干，你们想吧，它得有多好吃？赶快做起来吧！今天就到这里啦，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，别忘了关注、点赞、评论、转发哦。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啦，拜拜。